那我们画一个这个3尺的吧，3尺整张的。好，那我们画一个3尺整张，好不好？3尺整张。好，3尺整张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找到中线的位置。3尺整张是100乘以50，100乘以50。这样子我们画一点这个，你看这里画一点什么物象，随便啊，画点什么水果之类的都可以。然后这里再画一个瓶子吧，这里可以长一点草啊什么的，长点草什么的。画一个清供图这样子的吧，或者是画一个其他的物象呀。这里一个物象随便是什么，你也可以是一个瓶子，或者是一个灯，或者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啊。然后这里再画一个，旁边这里再来一个瓶子。这里有花哈，第一朵花，然后长叶子。好，在这里会画第2朵花，叶子。后面看一下空间啊，空间多的话可以画一些花苞，画一个花苞，或者是还有多的话，我们可以来一点枝干呀什么的，就看着情况去安排。大概这样子哈，大概这样子。这里如果空间太多的话，这个空间太多，这个瓶子后面还可以加点山石啊，加点东西，看情况啊，看情况来画。好，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，这只能是构图的话，构思的话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，在脑袋的一个构思。那么还是一样哈，可以找一些花来写生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到最后画到最后的话，不一定说每朵花都要写生，可能会找一些花来写生，不一定每朵花都是写生哈。那我们可以先画一朵这个塔式的。画深一点也可以啊，当然这一幅作品按照这个构图的话，感觉还是浅一点好看。浅色的话，我们就画这个橘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浅色咱们就画这个橘色，好吗？先分解颜色。来，大家看到了这一朵花吗？所有家人们都看到了这一朵花没有？看到了这一朵花吗？来看一下这朵花，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看一下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。颜色，第一个底色还是一样哈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。加胭脂，然后第2个用什么颜色？朱砂、曙红、朱标、大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还有吗？玫瑰红、大红，这个可能没有玫瑰红哦。朱标、大红加藤黄，加点藤黄，它会更鲜艳啊。朱标、大红加藤黄，可以。来，我们用朱标，也可以用点藤黄哈。朱标，用朱标更鲜艳一点哈。大红加藤黄，大红加藤黄，然后呢？然后曙红，胭脂吧，胭脂也用一点点啊。
边缘的花瓣，刚刚有家人们说有玫瑰红啊，边缘花瓣也可以加一点玫瑰红，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跟原花一样哈，加一点也行哈，加一点也行。好，就这些颜色好不好？这朵花就不加辅助颜色了啊，就这些颜色。好，那我们先开始调色，这个是上次还没有用完的，底色一样哈。太白、三绿和胭脂，我们再加一点在里面。如果还没有干的情况下，再加一点还可以继续用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就有的时候不用太浪费了啊，不要太浪费了，加一点哈，再加一点太白，加点三绿。来，再加点三绿。好，我们加点水哈，加点水。来，这个是太白、三绿，还有胭脂，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颜色啊。那这朵花稍微有一点点深颜色，也不是很深哈，它没有那么白，所以说我们的底色不用调的太过于干了，稍微的稀一点哈，基本上陈牛奶跟陈牛奶差不多就行了哦。我感觉还是它有一点点干哈，再加一勺水。好，这个是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。调均匀哈，好，调好之后，这个底色就放到一边备用。好，放到一边备用。然后我们调今天这朵花的颜色。今天这朵花有这个珠标，珠标还有这个大红加藤黄、曙红、胭脂、玫瑰红。好，玫瑰红在最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花瓣里面用到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是大红加藤黄。好，这是今天要用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哈，薄薄的调一层珠标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哎，刚刚这个玫瑰红还没有放进来啊，玫瑰红也可以用到一点点哈，有的时候可以用到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我们可以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啊，这个有一些花瓣啊，这些反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调一点点玫瑰红进来。然后调一点点大红，
珠标的话，我们有的珠标的时候，我们到正半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多一点点，反半也会用到，反半也会用到一点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哈，试一下这个颜色，粉嫩粉嫩的这个颜色，感觉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粉嫩的这种感觉？它也算是红色系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它也是比较红了。好，颜色调好，我们开始画了啊，开始画。但是今天可能不是开始画花，我们可能要画一下配景什么的。好，我们拿这个3尺整张的纸。好，我们刚刚构图，再来看一下咱们的构图。构图这前面画一点什么？我看一下前面画一点什么好。画一点那个叫什么水果？那个水果是很常见的，大概画在这个地方吧。画到这个地方，哎，来把这个画面弄高一点点，看一下在不在镜头里面啊？让它在我们的这个镜头里面。那个叫什么水果？我一下忘记了，我一下不记得叫什么，像个爪子一样的，就像一个，我们这个用一点绿色来画吧，用一点黄色、绿色。用一点藤黄，鹅黄，藤黄、鹅黄，然后用这个橄榄绿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橄榄绿，用一点这个橄榄绿，还有用一点这个花青。花青或者是这个头绿啊、深绿啊，用花青吧，花青它会更深一点点啊，用一点花青。佛手，对，就是一下子不知道它叫什么，经常国画里面经常会画到这个水果，它是一个水果吧。那我们要不要先用墨来勾一下啊？如果画的整一点，我本来想直接画的。来，我们用一点点淡淡的墨，好不好？用一点点淡淡的墨，大概勾一下它的形状。因为我们的新朋友画一下子不是很好掌握它的这个佛手的这个形，所以我们来勾一下它的形哈，勾一下它的形状。本来我刚刚准备说直接画的，我还是喜欢直接画啊。来，大概勾一下它的形状。好，它有点这个确实有点长得有点像这个什么，像手指是吧？像不像手指？然后这一个长一点，一样的，我们也要画出它的这个有长有短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里感觉里面还有哈，后面还有挺多的这个层次。啊，中间这里还再加一点啊，加密一点。好，中间这里让它感觉这里面还有很多。好，这样子一个形状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啊？差不多啊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，到后面来，这样多加一些层次感，让这个佛手呢也长得这个比较丰富一点。
来，再沾一点点水，加点水，加一点点淡墨，再画一个小的吧，一大一小，一大一小，让它有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这里再画一个啊，再来画一个。诶，看不见了啊，移一下，移一下这个屏幕，移一下这个镜头。好，我现在用的是淡淡的这种墨，淡淡的墨去画的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小一点的。啊，这里面很多就不需要说把每一笔每一个都表达的特别清楚。好，这里就一个小的哈，一个小的。那我们这种加一点点叶子，待会儿要加一点叶子上去。现在我们先把它的颜色加一下哈，颜色加一下。墨还是先放到这一边哈。来，我们用到的这个里面的颜色，我们用了这个，准备用这个藤黄、鹅黄、藤黄，大家看一下，藤黄、鹅黄，还有这个橄榄绿，还有这个花青，这4种颜色哈，记得是这4种颜色。把笔洗一下，我现在用画牡丹这个叶子的这支笔来画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，调这个藤黄、鹅黄。藤黄、鹅黄调一起哈，藤黄、鹅黄调一起，然后调这个橄榄绿，哈。笔尖调一点点花青，来，这个颜色就是调到由深到浅哈，由深到浅的渐变。我们先画一个试一下哈，先画一个试一下。来，笔尖在这个尖上，在这个佛手的这个尖这里啊，沿着这个佛手的这个形状走到这里来，好吧？一笔走一个啊，一笔走一个，再加一点点这个花青，再加一点点花青，这里面的小小的这些再走一下。好，笔尖再来加一点点这个，因为笔肚里面这个藤黄、鹅黄还有，我们直接加这个，直接加一点橄榄绿，加一点花青哈，直接加点橄榄绿，加点花青，继续来，按着这个你画的这个形状的去走哈。按照你画的这个形状去走。好，现在感觉这个藤黄有点少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哈，加点藤黄、鹅黄，加一点藤黄、鹅黄，然后加点橄榄绿，加一点花青，加点花青。好，来继续把这个上面这一个大的走掉啊，从这个尖这里开始，然后哪里粗一点你就把笔按下去啊，粗的地方你就把笔按下去。好，再来沾一点点花青啊，沾一点花青。那这些小的细节哈，小的里面啊，花青多一点，小的里面可以深一点哈颜色。直接沾一点橄榄绿，沾一点花青，沾一点花青。就有的时候可以配一些其他的，就比如说我的这些课程里面的作品啊，不是说全部只有牡丹花，它都有一些配景哈，配花各种各样的花瓶呀。配各种各样的山石呀，都有哈。大家学起来就，只要你把这个课程学会了，你基本上你画其他的你都不是问题哈，真的。我们所有的老朋友都已经证实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可以去加一点点水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加一点水，你怎么加水呢？有一种方法，我加水的方法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加水方法，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笔，用这个笔的尖去蘸一下这个水也可以哈，或者是你拿一个勺子往下挖一勺子水。
来调这个藤黄、鹅黄，调藤黄、鹅黄，调这个橄榄绿，调这个花青哈，调花青。来，从这个佛手的这个尖尖这里开始啊，你按照你画的这个形状走，你的形状有点扭起来，你要扭起来，你的笔也要扭起来，粗的地方你的笔就要按下去啊，一直到头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藤黄，补充一点橄榄绿，补充一点花青，补充一点花青。来，从笔尖开始，笔肚按下去啊，整个笔肚按下去。你要不是整个笔肚按下去，你要看着情况来啊，看着情况，看着你这一半佛手需要多大，你就按多重啊。啊，这个小的，来再蘸一点花青。好，我这里都画上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再稍微的整理一下啊，这个根部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再把它加深一点哈，加一点橄榄绿，加一点花青，把这个根部这里啊再加深一点点啊，根部这里再加深一点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没有调均匀哈，调均匀一点哈，调均匀一点，把这个花青调均匀一点。好，调均匀一点啊。好，调一点花青，让这个根部哈，根部稍微的颜色深一点啊。好，来一点花青。花青如果还是深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旁边的黑色里面沾一丁点啊，沾一丁点黑色。好，这个地方想要更深一点哈，沾一丁点黑色进来，这样子会更加有层次啊，是吧？这样子加更深一点会更加有层次感一些。好，这样子由深到浅的渐变色。由深到浅的渐变，如果渐变还不到位，你感觉这里颜色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到位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点藤黄，加一点太白吧哈，加点太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让它白一点，让它的颜色不要那么透。这个藤黄和这个绿色，感觉它的颜色很暗很透，是不是？我们把它亮一点点啊，让它变亮一点点，用这个藤黄和太白调在一起哈，用藤黄和太白调在一起啊，藤黄太白调在一起，让它这个黄色的变亮一点点啊，变亮一点点，在这个中间这里加上一点点啊，加上一点点，稍微让它亮一点点啊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加哈，就在这个最中间这里让它亮起来的地方，好，亮起来的地方加一点点这个太白和藤黄，就不要让它这个颜色那么深沉。好，太白加藤黄。最亮的地方让它亮起来，这样是不是更好了？好，太白加藤黄。好，这一个的话，在最上面可以整个的都亮一点点都没问题。好，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了？
然后还要点上一些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点上一些点。点的话，我们也用这个藤黄加太白，也用藤黄加太白，或者是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去点哈。它上面有一些点，不规则哈，不规则的点，不用点的太平均了。就是很随意的去点哈，不要排太齐了。掌控不好这个笔的话，你们就换一支小一点的笔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我现在还是用这支大的笔，就是你们自己看自己能不能掌握好。今天这个佛手，今天咱们把这个佛手画的有一点仔细了啊，点快一点啊。这个点的这个里面可以加一点水分啊，让它融合进去。像不像这个佛手？像佛手吧。好，我们继续画第二个啊，第二个笔上干了蘸一下水，还是一下藤黄、鹅黄，调这个橄榄绿，然后调这个花青，调花青哈，笔尖调花青。从这个佛手的这个尖尖这里开始哈，整个一个的话就一笔完成哈。粗的地方我们就把笔肚按下去，粗的地方把笔肚按下去，然后调一点藤黄，调一点这个橄榄绿，调一点花青。好，再加一点花青。好，加一点花青，这个的话可以更绿一点点啊，就是花青可以多一点，感觉这个还没那么熟，它比较小，还没有那么成熟。好，再来加一点花青。好，咱们再把根部来把根部再加多一点花青哈，加多一点花青。
好，根部加点花青，让这个颜色啊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。好，再来一点花青。好，来点花青，让根部这里更深一点哈，让根部这里更深一点，这里这样子让它整个有这个深浅变化。然后还是一样啊，我们用这个太白加藤黄，太白加藤黄，把有一些地方哈，中间有一些地方稍微提的亮一点点啊，提亮一点，让颜色浅一点哈，提亮一点。提的更加有质感一些，有这个深浅变化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有深浅变化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来这个还是一样，这个太白和这个藤黄一起，太白和藤黄一起来点点哈。哎，不要太浓了，不要太浓，稍微有一点水分让它融合进去，就是明显又是这个点呢，不要太过于明显，但是也要看得见啊，这种。好，这个佛手就可以了啊，佛手就可以了。来画一点叶子吧，画一点叶子。我们用一点还是盘子里这个橄榄绿在哈，直接用盘子里这些颜色就来给它画一点叶子。橄榄绿还有这个花青，然后笔尖蘸一点墨，笔尖蘸一点墨去画。哎，画一点枝干吧，画一点枝干。好，蘸一点墨啊，蘸一点墨去画这个叶子。好，感觉到后面还有叶子啊，这些缝隙里面。啊，叶子在它的后面。好，再蘸一点墨啊，蘸一点墨这一边。因为这边是不是又看不见了啊？稍微有一点点看不见，移一下，这里画了一片叶子。好，这个叶子在后面啊，就画少一点，不用太多啊，加一点点叶子上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叶子也稍微要勾一下叶筋，直接用这个墨来勾吧。哎，这个配景我感觉怎么搞？感觉画的太靠边了啊，感觉有点太靠这个纸的这个边了，感觉。
最后再去调整吧，先画到哪里就是哪里啊，画在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，没办法了。这里咱们画一个这个灯吧，画一个灯，就是我一直想画的那个灯，一直没有画，就咱们今天画一个灯在这里，用这个墨色，先用墨去画，我们可以换一支小一点的笔。用我们写字的这支笔来试一下啊，写字的这支笔洗干净一点，洗干净，然后用这个墨来看一下这个镜头啊，先看一下这个镜头，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要画一个灯的话，可能是有一点难度，大概看一下这个灯在什么位置，就在这个中线啊，假如中线这里稍微靠左一点点啊，在这个位置哈，这个灯画的这个位置，就那种比较古老的那种可以提着的那个。好，这个墨色基本上是用这个墨色去表现啊，基本上是用这个墨。笔肚里面要有墨，笔尖要蘸点浓墨，笔肚里面是淡淡的这个墨，然后用这个散锋，一层一层的啊。好，没有水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一点水，加一点墨，拿着纸稍微吸一下。先把这个饼画出来，它的这个好，用墨记得要有这个变化，一定要画出这个变化。线条该直的一定要直。好，笔肚里面再来蘸一点水啊，笔肚里面如果太干了，咱们就蘸一点水进来。有浓有淡啊。好，这个身子啊，这个墨色它不是说很好掌控的，所以画完之后有可能还要整理。深色的地方等它干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整理啊。现在没有办法把它深的地方提出来，但是注意这个墨色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线条一定要直哈。好，来一点淡墨。
好，然后来一点这个胶墨，胶墨。我们先不用胶墨，先把大概的形状都画出来，先把大概的所有的形状都画出来，画完之后再来看。好，把它底座，看有多大一个底座在哪个位置，隔得有多远。被遮住了一些哈，这个地方。到这里来，差不多这个底要到这里来。啊，注意这个墨色的这个变化。好，这是这个底这里啊，我们再来一点点淡墨，稍微淡一点点。还用这支画这个叶子的这种笔吧。好，这个底座，然后这个上面啊，再往上，这个是灯的身子，它灯在里面啊，还是换了一支笔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盖子。好，画的有点歪了啊。整体加大。好，然后我们用这个胶墨啊，用胶墨画一个这个，感觉它一个提的这个提这个灯的一个叫什么，也不知道它叫什么。然后这里面也是来一点淡墨。这个体放高一点会更好，放的有点点矮。放高一点了，或者3层、2层，2个。好，大概的再来整理一下它的形状，用一点焦点的墨。
好，这些线条一定要稳。好，现在是用这个胶墨啊，用这个比较浓一点的胶墨。好，注意这个墨色的一个变化。这个底下啊，底下也是一样啊，用一点胶的墨，让它做出一些深浅变化。好，再用点胶墨，这里来一个绳子啊，感觉这里有个绳，一个绳子穿。好，感觉有个绳子穿着的一个绳子挂起来的这种感觉。好，里面再来一些小小的纹路，淡淡的啊，不要太深了。好，再来一个灯芯吧。好，淡一点的墨啊，这个墨还浓了一点点啊。瓦斯灯，是啊，瓦斯灯。瓦斯灯也不知道像不像，不知道像不像，但是也就画成这样啊，就画成这样，就画成这样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画一个瓶子，好不好？再画一个花瓶，大概定一下花瓶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花瓶里面的细节我们先不画，细节先不画，为什么不画呢？因为我们要把花画完之后，我们再去配颜色，看一下这个花瓶配什么颜色好看。好，大概看一下这个花瓶在哪里。花瓶跟它差不多高，定一下花瓶的位置。好，这个花瓶不要跟它一样高哈，稍微比它稍微不要在一个平行线上，不要在一个平行线上，稍微跟它要往上一点点啊。好，大概定一下花瓶的位置就可以了。
那花瓶的颜色，待会儿我们看情况，有可能这个后面还要再加东西啊，有可能这个后面，因为现在还挺空的感觉，这里还挺空，有可能后面我们待会儿再看啊，看情况啊，看情况。那我们先把这个花瓶里面的东西画一下。看看怎么安排，怎么安排这个花。好，这里先画一个半朵吧。这个花瓶因为在比较靠边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先画一朵半朵的。好，就是这个颜色哈，玫瑰红加一点点珠标，还有一点大红，不要太多了啊，少少的一点点颜色。这里只能画下半朵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要画太多了啊，只能看到半朵，能看得到吗？来，再补充一点大红。这个半朵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只能看到半朵。我们先画一个半朵的哈，家人们。好，注意这个花瓣不要太圆了，稍微让它有一些变化。然后这里面的花瓣它还是有一点碎啊，注意有大有小。蘸一点大红，笔肚里面是有一点点玫瑰红，一点珠标。好，我们笔尖去补充大红。好，我们蘸一点底色啊，这个已经到边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蘸一点底色。好，蘸一点底色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然后调这个珠标，薄薄的颜色，不要太多了，然后调这个大红。好，这些花瓣啊，该伸出来花瓣让它伸出来。基本上这个花心它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是看到一部分这个花心。好，然后这里都是一些虚的花瓣啊，比较虚的花瓣。现在笔上又有一点干了啊，有点干，我们又要补充一点底色，用笔肚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珠标，调一点大红。好，再蘸一点大红，蘸一点珠标，蘸一点大红。底色还是一样啊，底色没有变啊。蘸点珠标，蘸点大红。
好，现在笔肚里面的底色又干了，我们又得要去蘸一下底色，用笔肚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，来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蘸一点朱标，蘸一点大红。好，这是虚的花瓣啊。来，再蘸一点朱标，蘸一点点大红，颜色一定要少，不要蘸太多了。好，你看笔肚一下子就干了，干到有点画不动了。再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要一下底色不要蘸多了。然后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朱标，调一点大红。好，这里来补充一个正瓣啊，补充一个正瓣。这里的花瓣还可以往上升一点哈，往后升一点，让它更夸张一点点。好，再来加一点底色，我不是每一次加底色都在屏幕里面哈，加一点点玫瑰红，加一点朱标，加一丁点大红，都是少少的颜色，颜色尽量要少用色。好，有一个伸出来的一个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，咱们就去补底色，补充一点点颜色。我们这里来有一个卷起来的花瓣啊，小小的一个卷起来的花瓣。来这边再来一个卷起来的花瓣。那卷起来这个反瓣我们先画着，然后我们来补充正瓣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颜色就要深底下的花瓣啊。到底下的花瓣，我们的颜色就要深哈，颜色深，多调点这个玫瑰红，这个朱标，这些全部都多调，颜色全部多调，所有的颜色都多调哈，大红也要多调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曙红了，到现在我们才开始用这个曙红这一朵花，前面都没有用这个曙红，胭脂也要用一点点哈，这个时候胭脂也要用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时候笔肚上的颜色是特别深的了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花瓣补充完整。好，这是一个哈，再来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胭脂，后面这里还有一个。好，这个是卷起来的啊，卷起来的花瓣，颜色后面的颜色是比较深一点。然后这里要跳出一个大的花瓣，笔肚里面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这个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直接补充一点曙红胭脂，前面那些颜色可以不要哈，前面的一些颜色可以不要，看一下这个大花瓣啊怎么走。好，再来加一点哈，这个花瓣再往上延伸，直接把这个反瓣，因为水分多了，所以把它晕开了。我们再加一点点哈，加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花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了啊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些缺口这里可以再加一点花瓣，然后外形也还可以再整理一下。
然后稍微的调整一下花型，基本上就可以了啊。基本上这一朵花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把中心的地方再加上一点颜色，加一点珠标大红，珠标大红，曙红，哎，曙红，让最深的颜色啊，最深的颜色把这个花心这里，这个花心的颜色它很鲜艳啊，它不是说特别的那种深，就是比较艳的啊。比较有点带黄色的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珠标进来。来，这个地方就是花心的地方。好，这些小的这些缝隙里面，如果不够深的话，你可以用笔尖去点一下，让深的地方。那像这些地方哈，像有一些地方你想它更深一点。但是现在它不够深，用笔尖去点一下，用笔尖去点一下，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。好，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。趁这个时候它湿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一笔点的有点大，我们要综合一下。好，有的时候这个笔尖稍微的点一下这个想要更深一点的地方。好，基本上这个花就可以了。我们再加上一点花心。那这个花心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加这个雌蕊哈，不用加雌蕊。雌蕊它可能就隐藏在里面看不见，我们就不加了。来点一下这个雄蕊就可以了，点几颗这个雄蕊。雄蕊就是这个花丝的部分啊，雌蕊就是里面的那个花心，最中间的那个花心，大家明白吗？有没有人不知道哪个是雌蕊，哪个是雄蕊的？哎，深的地方感觉还不够太深了，还是有一点浅了，有一点浅啊。再加一点这个珠标大红、曙红，加点胭脂啊，加点胭脂，让这个中心的地方、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哈。好，让它更深一点点啊，稍微加的更深一点。好，基本上这一朵就可以了啊，这一朵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一个半朵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半朵的好看吗？